想象一下，在一间实验室里，这个系统从未经历自然演化，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许多生物学家感到震撼。这个微小的人工结构竟然开始吃东西，随后不断长大，复制自己的遗传信息，最后一分为二。更不可思议的是，它不是只完成了一次表演，它把这一整套过程连续重复了多轮，从获取资源到生长，从复制 DNA 到产生下一代，一个由非生命物质组装而成的系统，第一次把这些原本分散的能力串联成了一个能够循环运行的细胞生命周期。它的名字叫做 SPA Cell。 有人称它是目前最接近生命的人工细胞，但真正值得追问的并不是它究竟算不算活着，而是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生命是否真的可以被人类从零开始组装出来？为什么人类一直想制造生命？如果让你说出生命最重要的特征，你会想到什么？会呼吸，会运动，能够感知外界，还是能够繁殖？这些答案都没有错，但它们仍然不够完整。因为真正的生命并不是只完成某一个动作，生命是一套能够持续运转的循环。一个细胞必须从周围获取物质和能量，利用这些资源制造蛋白质、膜结构和其他身体部件。它还必须复制自己的遗传信息，在合适的时候完成分裂，最后把这些能力传递给下一代。吃饭、生长、复制、分裂，然后再从头开始。这套看似平常的循环已经在地球上持续了数十亿年。每一棵树，每一只动物，每一个人体内的细胞，都来自这场从未真正中断的生命接力。因此，科学家真正想制造的并不是一个看起来像细胞的气泡，也不是一个偶尔制造蛋白质的化学容器，他们想制造的是一套能够自己运行、自己延续的完整系统。而这也成为合成生物学最困难、最令人着迷的目标之一。科学家拥有了零件，却始终造不出机器。过去20多年里，人工细胞研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突破。科学家已经能够让人工细胞表达蛋白质，有些系统可以复制 DNA， 有些可以吸收材料不断变大，还有一些甚至能够在外力帮助下发生分裂。单独来看，每一项成果都非常惊人。问题是，它们往往彼此独立。就像科学家已经制造出发动机、机翼、方向舵和起落架，每一个零件都能正常工作，可是把它们放在一起之后，这架飞机却仍然飞不起来。人工细胞面临的也是同一个难题：让一个系统制造蛋白质，并不等于它能够生长；让它复制 DNA， 也不等于它能把 DNA 稳定传给下一代；让一个脂质气泡裂成2个，更不代表它拥有真正的繁殖能力。真正困难的，从来不是复制生命的某一个动作，而是让所有动作在正确的时间发生，按照正确的顺序衔接，并且在分裂之后还能够再次重复。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细胞生命周期。而现在，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团队似乎终于让这台长期缺少传动系统的生命机器第一次转动了起来。一颗由非生命物质组装的微小细胞。SPA Cell 的外表非常简单，它本质上是一个微小的脂质囊泡，也就是一个由脂质膜包裹起来的小水滴。从结构上看，它与天然细胞拥有相似的外壳，但它的内部却是科学家精心设计的一套分子系统，其中包括蛋白质合成装置、大约9万个碱基对组成的人工基因组，以及36个承担不同任务的功能基因。这些遗传信息分布在多个 DNA 质粒上，与普通细菌动辄数百万碱基对的基因组相比， SPA Cell 的遗传系统小得惊人。但就在这套极度精简的系统里，
科学家成功连接了多个生命过程，整个实验就像一个可以不断循环的微型生命故事。而故事的第一步是吃饭。第一步，它会主动获取食物。Spot cell 不会像动物一样张嘴进食，它也没有天然细胞那样复杂的代谢系统。它的食物来自周围漂浮着的宫体囊泡，这些宫体囊泡就像一个个微型补给包，内部装载着脂质、核糖体、酶和其他生物分子。但仅仅把食物放在旁边还不够，人工细胞必须能够识别它们，抓住它们，并把它们吸收到自己体内。为此 Spot cell 会根据自己的 DNA 指令制造一种膜蛋白，这种蛋白会嵌入人工细胞的脂质膜中，一部分留在细胞内部，另一部分伸出细胞表面，就像人工细胞主动伸出的一只分子小手。当宫体囊泡靠近时，这些分子结构会把它们捕获。随后，两个脂质膜逐渐融合，宫体囊泡中的膜材料和分子机器也被送入 Spot cell 内部。于是，这个没有消化系统的人工细胞获得了新的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吃下了一顿由蛋白质、脂质和分子机器组成的晚餐。第二步，吃饱之后，它开始长大。随着越来越多宫体囊泡与 Spot cell 融合，它的脂质膜不断增加，体积也随之扩大。与此同时，进入内部的核糖体、酶和小分子开始补充正在衰减的蛋白质合成系统。Spot cell 因此能够继续读取 DNA， 继续制造蛋白质，并复制自己的遗传物质。这一步极其关键，因为一个系统只是变大，并不等于生长。气球充气也会变大，水滴吸水同样会膨胀。生命意义上的生长必须与内部组成的增加、遗传信息的复制以及下一次分裂联系起来。而 Spot cell 的特殊之处就在这里，它获取的资源不只是让外壳扩大，还在维持内部的生物合成活动。它的吃饭和长大终于被连接在了一起。但对于生命来说，长大只是准备，接下来发生的才是最关键的一步。第三步，它开始分裂。天然细胞的分裂是一场高度精密的分子工程，许多细胞会利用细胞骨架在中间形成收缩结构，像逐渐拉紧的绳索一样，把一个细胞勒成两个。但这种天然分裂机器非常复杂，往往需要大量蛋白质彼此配合。想要从零开始重建整套系统，难度极高。于是 Spot cell 采取了另一条道路，研究人员设计了一套由基因控制的膜分裂机制。人工细胞根据 DNA 指令制造能够聚集在膜表面的蛋白质。当这些蛋白质不断集中时，脂质膜承受的局部压力开始增加，原本圆润的细胞逐渐变形，膜结构发生弯曲。最终，一个人工细胞被分成两个较小的子细胞，它没有完整复制天然生命的分裂方式，却绕过了复杂的细胞骨架，用一种更加简单、更加工程化的方法完成了相似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参与分裂的关键蛋白是由人工细胞内部的遗传信息控制并表达出来的。这意味着，它的 DNA 已经不再只是存放在内部的说明书，这些遗传信息开始真正控制细胞的生长与繁殖能力。这不是一次性的魔术表演。如果 Spot cell 只能生长一次，再分裂一次，这项研究仍然只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实验。但真正让科学界关注的是它能够重复这套过程。研究人员让 Spot cell 连续经历多轮资源，获取、生长、DNA 复制和分裂，每一轮都像一个缩短到实验室时间尺度的生命时代。上一代获取资源，复制遗传物质，随后产生下一代。
下一代再继续进行相似的过程。这意味着吃饭、生长、复制和分裂不再是彼此孤立的实验模块，它们终于被串联成了一条完整链条。人工细胞领域长期缺失的那一环，第一次被真正连接起来。然而，接下来出现的现象，甚至比生长和分裂更加接近生命，因为这些人工细胞竟然开始相互竞争了。Spot cell 开始出现优胜劣汰。研究人员设计了2类人工细胞，其中一类能够制造更多负责捕获供体囊泡的膜蛋白，这意味着它们抓取食物的能力更强，能够融合更多供体囊泡，得到更多脂质、核糖体、酶和其他资源。结果非常直接，吃得更多的人工细胞长得更快，长得更快就能产生更多后代。经过连续多轮细胞循环之后，这类人工细胞在群体中的比例越来越高，原本数量相近的2类细胞开始出现明显差距，资源获取能力更强的一方逐渐占据优势。在食物更加稀缺的环境中，这种优势甚至变得更加明显。这一幕与自然界中的生存竞争惊人的相似。在自然环境里，拥有有利特征的生命更容易生存，也更容易繁殖。经过一代又一代积累，有利特征便会在群体中越来越常见。这正是自然选择的核心逻辑。而如今，类似的选择过程开始出现在一个完全由已知化学成分组装起来的人工系统中。不过，这里必须保持谨慎。Spot cell 还没有实现真正开放式的达尔文进化，这些优势特征并不是随机突变后自然出现的，而是研究人员提前设计并放入系统中的。它的分裂和资源供应也仍然离不开外界帮助。因此，更准确的说法是， Spot cell 展现了与生长和繁殖直接连接的人工选择。它还没有真正踏入自主进化，但至少已经走到了那扇门前。它距离真正的生命还有多远？看到这里，你可能会产生一种感觉，既然它会吃、会长、会复制、会分裂，甚至还会竞争，那它不就是生命吗？答案并没有这么简单。首先， Spot cell 无法独立制造自己需要的所有部件，它使用的核糖体仍然来自天然细菌。核糖体是细胞内部制造蛋白质的核心机器，但 Spot cell 无法根据自己的基因从头制造并组装新的核糖体。这就像一座工厂可以制造许多产品，却造不出自己的生产线。随着时间推移，原有机器逐渐老化，整个系统的生产能力也会不断下降。其次，它缺乏完整的代谢系统。天然细胞可以把相对简单的原料转化成能量和复杂分子，而 Spot cell 仍然需要研究人员不断提供已经装配好的分子补给包。它不是自己种植粮食，而是在等待外界定期送餐。第三，它的遗传信息传递还不够稳定。由于人工细胞的基因组分布在多个 DNA 质粒上，分裂时很难保证每个子细胞都获得完整的一套。实验显示，经过5轮循环后，大约只有30%子细胞仍然保留完整的基因组组合，剩下的细胞已经在分裂过程中丢失了部分遗传信息。对于真正的生命来说，这种遗传继承效率显然还远远不够。此外， Spot cell 的分裂效率也不稳定，部分步骤仍然需要外界分子和人工操作协助。它不能在没有研究人员照顾的情况下长期自主繁殖。所以 Spot cell 并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人工生命，它更像是一个实验室里的生命原型。它拥有生命循环的轮廓，却还没有生命系统的完整独立性。我们究竟有没有创造生命？研究团队负责人 Kate Adamala 并不认为 Spot cell 已经是一个真正的生命体。其他科学家也保持谨慎。德国明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 Serafin Wagner 评价说，这是一项非常精彩的工作，
但距离创造出完整的人工生命，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这种谨慎并不是在否定成果，恰恰相反，越接近生命的边界，我们越需要准确区分像生命与是生命。一个系统能够完成部分生命行为，并不代表它已经拥有完整的生命自主性。真正的人工生命或许必须能够自行获取能量，制造自己的全部分子机器，稳定复制完整基因组，修复内部损伤，持续适应环境，并在没有外界精细照顾的情况下，一代又一代地延续下去。Spatcell 目前还做不到这些，但它已经完成了一件过去从未完成的事情。它证明了多个核心生命过程可以在一个由已知非生命成分组装而成的系统中被连接成连续的循环。生命不是突然被创造，而是在一步步被接近。Adamala 曾经用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描述 Spatcell 目前所处的位置，它就像莱特兄弟制造的第一架飞机。那架飞机简陋、缓慢，飞行时间很短，与今天能够横跨大洋的波音787相比，它几乎像一个摇摇晃晃的木架。但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它飞得多高，也不是它飞了多远，而是在人类历史上，它第一次证明一种比空气更重的机器确实可以离开地面。 Spatcell 的意义也是如此，它当然不是成熟的人工生命，甚至可能还算不上一种真正的生命，但它第一次证明一个完全由已知分子组装起来的人工系统可以获取资源，持续生长，复制遗传信息，完成分裂，并在多个时代中出现选择和竞争。过去科学家制造的是生命的零件，蛋白质表达是一个零件， DNA 复制是一个零件，膜结构生长是一个零件，细胞分裂也是一个零件。而 Spatcell 第一次把这些零件连接起来，让它们不再各自运转，而是开始组成一个能够循环工作的整体。它距离真正的生命仍然很远，但生命的边界已经被向前推动了一步。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人工细胞能够制造自己的核糖体，建立自己的代谢系统，修复自身损伤，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长期繁殖，甚至通过随机突变和自然选择走出属于自己的进化道路。到了那个时候，人类面对的就不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足以改变文明认知的问题。当生命不再只能来自生命，当一个细胞不再是出生，而是被设计、被制造、被启动，我们又该如何定义什么才是真正的生命？今天 Spatcell 还没有给出最终答案，但它已经让一个过去只存在于科幻小说中的问题第一次出现在真实的实验室里。一个完全由非生命物质构成的系统能否完成完整的细胞生命周期？如今答案已经不再是不可能，而是可以。至少第一步已经完成，而人类距离亲手制造生命的那一天或许仍然遥远，但那条道路已经开始出现在我们面前。